三星年度折叠机 Galaxy Unpacked 的发表会中，正式推出已经谣传非常久的两款折叠机，分别是 Galaxy Z Fold 7还有 Z Flip 7。这边先跟大家道歉一下，之前整理谣言时提到 Z Fold 7折叠的厚度是9mm， 展开是4.5mm， 没想到实机居然比谣传的还要来得薄，真是让人跌破眼镜。没想到三星这次火力全开不止在外观规格上大幅提升，相机也不再祖传3代，而且 AI 功能也更加进化。接下来就来分享三星这次超薄旗舰机 Z Fold 7的快速动手玩给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还记得三星第一款折叠机 Galaxy Z Fold 吗？在2019年发表之后，以每年一系列的频率，一晃眼居然迈入了第7年哦。现在来到了第7代，这个7年间啊，折叠机也逐渐迈入市场。不止三星，除了 Apple 以外，所有的主流智慧型手机品牌都有推出折叠机种，可见这个市场相当热络。那折叠机的设计也越来越完整。好，回到今天的重点主角哦 ，Galaxy Z Fold 7。以往大家都说啊，三星跟 Apple 就是最会挤牙膏的2大品牌，但是这次三星似乎想要摆脱这个恶名哦，决定放出大绝招了。接着就从外观跟相机看起，接着分享这次的 AI 进化，最后也会分享一下小折机 Galaxy Z Flip 7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次 Galaxy Z Fold 7最大亮点之一就是这个惊人的薄度跟轻盈度哦。实机到手之后才会发现哦，折叠机厚度 8.9mm， 打开之后啊 4.2mm， 真的跟上一代的 Z Fold 6有非常大的差距啊。8.9mm 是什么概念？我们现在看一下 Galaxy S25 Ultra， 它的厚度有 8.2mm。没想到折叠机的厚度啊，居然快要跟旗舰机的厚度相同了哦。那比起第一代 Fold 呢？它的厚度是 17.1mm， 这6年间瘦了快整整一半哦。那 Z Fold 7到底是不是全世界最薄的折叠机呢？其实它比日前发表的 Honor Magic V5 只差 0.1mm， 真的已经不太算是差异的啦。那不只是薄度，重量部分也非常轻盈，它只有215公克，比起刚刚提到的 Magic V5 呢的217公克还要来得轻，也比 S25 Ultra 还要来得轻哦。那整体的手感几乎就跟一般手机相同。外形做的轻巧漂亮，但该有的耐用性到底有没有少呢？转轴用上最新的水滴转轴设计，新结构可以让折叠的厚度更加薄哦，而且折痕呢也变得更加不明显了。这次还增加了50%的内页 UTG 玻璃的厚度，为什么要增加呢？因为要增加它的强度，而且它的支撑呢是改用4级钛合金的材质来去做制作哦。对于经常要翻折的内页萤幕，它会变得更加的强韧。那边框部分采用升级的 Armor 铝合金，抗压的程度提高10%。外萤幕的保护玻璃用上康宁的第2代陶瓷玻璃，全机都能承受更高程度的日常使用磨耗哦。那防水防尘的等级呢？与上一代相同，维持 IP48，但整体的防护力提高更多。在封面萤幕的使用体验上，这次 Z Fold 7做得很到位，萤幕尺寸提高到6.5寸，萤幕宽度来到 64.9mm， 加上折叠的厚度只有 8.9mm， 跟一般的直立手机使用体验越来越接近。也就是说，不用打开内页萤幕下就有大萤幕手机的体验。那内萤幕呢，则是升级到8寸哦，这对于多工视窗的应用上绝对会更加优异，尤其是等等会提到的 AI 体验上，绝对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。对了，这是美中不足的是，它没有支援 S Pen 耶。这对于习惯使用 S Pen 的我来说，应该会觉得很可惜吧？但是并没有。认真说啦，Fold 它一天不把 S Pen 收入机身中啊，它就不是真正的 S Pen 啊。所以我真的觉得，没有放进来还好啦。这是 Fold 7总算摆脱祖传3代的主镜头啊，直接升级到跟 S25 Ultra 相同的2亿像素主镜头，并加入1200万画素的超广角，还有10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。这个模组的厚度比起 S25 Ultra 还薄了18%，但画质表现并不会打折哦。搭配全新影像处理引擎 ProVision Engine 不管是夜拍或是 HDR 的表现都跟 S25 Ultra 有相同的水准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内页它没有用上萤幕下镜头了哦，它是跟封面萤幕一样，采用1000万像素的挖孔镜头，那广角呢达到100度哦，所以无论是视讯或自拍呢，会有更好的画质表现。
那效能的部分当然是搭载Snapdragon 8 Elite 4 Galaxy 处理器，这款处理器就不用多说了啦，效能跟功能都是完美匹配三星手机所设计的哦。那记忆体跟储存空间最高可以选配16GB 的 RAM， 还有1TB 的 ROM。这么薄的手机啊，大家一定会担心散热嘛，所以这是搭配了大面积、高热密度的石墨散热系统，所以长时间使用下啊，我觉得会更加稳定。那电池容量部分还有充电部分就跟上一代相同啦，分别是4400毫安时的容量，25瓦的充电速度。当然，这个电池容量要维持一整天使用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啦哦。而且别忘了，这次三星手机变薄了很多，还能维持同样的容量，我真的觉得已经谢天谢地了。这次 Fold 7所预载的系统是 One UI 8。之前在预告时就有提到，将会跟 Google Gemini 有深度的合作，这是果然非常有诚意哦。现在分享 Gemini Live， 这是针对内页大萤幕有了全新的设计，除了可以跟镜头拍下的画面互动以外，也可以一边浏览网页一边询问，根据画面的内容给出回应。最重要的是 Gemini Live Bar 可以缩小悬浮，也能在分割画面中呈现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个 idea 哦，如果在玩游戏时啊，也使用 Gemini Live。是不是以后直接就可以问 AI 怎么破关哦？这部分就可以留给大家以后试试看啦。好，再来是我很喜欢的功能，音讯橡皮擦，现在还新增的自动调整功能。如果你在录音录影的时候觉得环境很嘈杂，它会自动判断哪些是杂音，哪些是主声音，把咖啡厅啊、街头背景声降到最低，只保留人声内容哦。所以这个无论在后置啊，或者在录影时都非常的好用。那物件橡皮擦部分也用了大萤幕的特色啊，现在可以直接用多工视窗啊去比对去除前跟去除后的差异。那当然 Galaxy A 啊还有非常多的功能，无论是写作助理啊、AI 翻译或是涂鸦转图像，都是非常好用的功能。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小折机 Galaxy Z Flip 7，这是最大的亮点，就是封面萤幕升级成满版的4.1寸。边框缩小到只有 1.25mm， 这个是 Galaxy 系列啊最窄的边框哦。不止放大萤幕啊，这个连使用体验都有提升哦，可以直接在封面萤幕使用 Gemini Live。对于喜欢用 AI 来看你穿搭的朋友，这点应该非常好用。而且Now Bar 跟 Now Brief 现在都可以在封面萤幕上使用的，这点真的还蛮不错的哦。那展开之后，内页萤幕是6.9寸，它的萤幕宽度是68.6mm， 整体啊的比例跟直立的手机基本上是一样的哦。那处理器部分，全球统一版本使用的是 Exynos 2500，没有用上高通，算有点可惜。不过这个就是三星的策略啦哦。那电池部分哦，倒是提升不少，升级到4300毫安时啊，比起前一代续航更加优异。相机部分，则是跟上一代相同啊，5000万像素的主镜头，还有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。那内镜头呢是1000万像素。当然，演算法一定有进步啦，所以拍摄品质应该也会提升吧哦。对了 ，Z Fold 7有的 AI 功能 ，Z Flip 7都有啊，只是少了内页大萤幕的体验，不过依然还是很好用。那这一次看到 Galaxy Z Fold 7实机时啊，跟看到 Z Fold 5还有 Z Fold 6的感受完全不同。从更轻薄的机身、更强的相机、更实用的萤幕设计，到整合 AI 的深度使用场景，真的有惊艳到哦，也有了值得换的理由哦。如果过去因为重量厚度在观望没有入手折叠机的朋友啊，那第7代的大折机真的是非常值得考虑入手的转捩点哦。那以上就是关于 Galaxy Z Fold 7超轻薄旗舰折叠机的快速动手玩，也聊聊 Galaxy Z Flip 7的进化重点。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play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